请问你有预约吗？我找一下罗宾。哦，他还没来。我是他姐，青姐。哎，黛西，哎，过来一下。你先走。这位是黛西，罗宾律师的助理。你好，你好。我是罗宾的姐姐，我找他有急事儿，我给他打电话、发微信，他都不回。哦，罗律师呢？他今天开庭，所以说可能没有办法接电话。那就找不到他了是吗？如果您有什么事儿的话，您可以跟我说。好啊。那我们这边请。好。谢谢啊。谢谢。昨天晚上回家，我们头让我们在群里面马上发当月的营业额，我在带孩子没听见呢，所以我就没发。今天早上一大早，我们单位的人事部就让我办辞退手续。辞退啊？对呀，而且不给任何赔偿。我陪你去找他们。你陪我去？我去给你们领导普及一下什么叫做劳动法，他这叫违法解除合同。如果我们告到劳动局，不仅要罚他，而且还要给你赔偿。真的吗？真的。那我们走吧。根据劳动法第3条，劳动者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下班期间，职工理应得到充分的休息。用人单位应该尊重职工的休息权，不得随意侵占职工的休息时间。背得可真流利，一字不差。所以理论上，职工是有权拒绝用人单位在下班时间发布的工作指令的。那要不这样吧，你们去告吧，我是不会因为你能背2句法律条文就认怂的。行，那我们走吧。慢走不送。我给您提示一下风险啊，这个事儿我们可是会去劳动仲裁的。赶紧去，快去！去了你就知道什么叫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解释权听说过吗？知道什么叫解释权吗？顾名思义，就是谁有权谁解释。你小破丫头无权无势，还跟我这普及劳动法？我还告诉你了，我们跟劳动仲裁很熟的，要不要打个电话帮你们约一下呀？还休息权？您要不要打算再多说2句啊？我打算给您发到网上去，您肯定会红的。你这叫非法录音！我录音一点都不非法，但是您非法开除员工，这的确是违反了劳动法。你要是敢把我的录音发到网上，我就去告你。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你就擅自录音。您当然有这个权利了，但是我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你们老板好像是一个特别注重声誉的人吧？如果我把这个录音发到极客的职场那些事上，会对你们的公司、对你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你的老板会不会觉得有你这样一个人事经理特别的丢人现眼呢？保安，你看啊，我这手指稍微一动，我可就发上去了。经理，您需要我做什么？经理，我这手机录音还开着呢，您要不要再多说2句啊？没什么，你送他们出去吧。不用了，谢谢，我们自己走就行。谢谢你，经理啊。谢谢啊。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给他点时间。实在不行，我们还有仲裁呢，对不对？哎呦，他来电话了。待会儿，开免提。好。喂，罗琦呀，其实咱们不至于，你的辞职报告不是也没交吗？咱们就接着上班吧，啊？你也别太计较了，你进来咱们再谈谈，这点事儿不至于。我在办公室等你啊。好的。哎，罗琦姐，你可想好了，到底要不要在这儿上班？如果你决定不在这儿上班，待会儿咱们就上去问他要一大笔赔偿。如果你决定要留下来的话，他们可有的是招去恶心你，让你不舒服，你自己做决定哦。我听你的。黛西，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罗宾找你，他回来了？早就回来了。那行，我一会儿过去。现在就去，态度好一点。解决了就行。姐，
你怎么也变得这么八卦？他就是我的助理，纯助理。行，没什么事，我挂了啊。今天让你去被执行人的住所排查线索，排查的怎么样了？我还没去。为什么没去？今天你姐姐来律所找你，她遇到了一件很……我姐姐是你的客户还是我的客户？她是你姐姐，她今天差点就被辞退。我问的是，她是你的客户还是我的客户，还是律所的客户？你为什么就没有耐心听一听她发生了什么？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人在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问题和你有关系，有的问题和你没有关系。难道说你都能管得过来吗？你以为你是千手观音啊？可她是你姐姐，那又怎么样呢？我们的客户需要我们帮忙执行欠款，再拖下去，他们的项目就会流产，公司就会倒闭，生活就会天翻地覆。而你在做什么呢？你在管闲事儿。你为什么就……我不问，我只问你的工作。你应该去被执行人的住所排查线索，应该去他的公司补充线索，确定了线索之后，再去法院提交证据，申请执行，还要申请限制被执行人的高消费，申请将被执行人列入失信名单，这是你应该做的事儿，而不是去跟一个什么破人事经理斗智斗勇，浪费时间，普及劳动法。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你还站这干什么？去啊！原本罗宾本来是要升高级合伙人的，但是因为任小年的事儿，吹了。任小年的事儿，任小年和咱们律所解约了，还带走了所有跟他有关的客户。那些客户他为什么要听任小年的呀？利益呗，任小年或者是投资，或者是持有股份。那我走好了。哎，你别傻了。再说你现在走也来不及了。任小年已经签约新的律所了。是龙科吗？听说罗宾跟他新来的一个助理关系不一般。啊？是吗？那姑娘叫黛西，啊，全律所都不知道她的来历。罗宾就特别信任她，去哪儿都带着她。据说就是为了她才跟我爸翻脸的。是吗？嗯。大家可都在传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啊！你不用每件事都向我汇报。我不是在向你汇报，那我理解错了，你在传八卦。我是提醒你要注意影响。什么影响？你看啊，你罗宾向来是以冷静理智著称的，怎么会为了一个没来几天的女助理就跟客户翻脸呢？你是说这件事情超越了你的理解范畴、认知能力？我能理解，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呢？但是我不赞同。我赞同。你赞同什么？我赞同，你不赞同啊？那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到底是赞同我的意思还是不赞同我的意思啊？这都理解不了。哎，
我跟你说，我最讨厌你这种笑了，是吗？那你喜欢哪种笑？你给我示范一下，示范一下，我一定见贤思齐，从善如流。你嘲笑我？没有。那你又笑什么？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可笑的。何塞，可能这跟我从小的教育……什么教育？我这么认真的跟你谈话，你就跟我嬉皮笑脸的？不，我是说咱俩接受的教育可能不太一样。你接受的什么教育？友善待人，时常微笑。OK， 我尊重你。既然你不喜欢这种笑，那个走这边的，这边去资料世界。何老师，刚才为什么不看我？何老师，您昨天问他的好像是，为什么看着您？我这么可笑吗？没有啊。那你笑什么？我这是在表达我的善意。我提醒你啊，不管是谁在这做助理，给哪位律师做助理，他将来是否可以留在我们律所，我是有发言权和否决权的。懂了，谢谢您的提醒。你别觉得有罗宾罩着你，你就可以目空无人啊！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罗宾在哪儿发现的你啊？到我们这儿来当助理是要填履历表的，我为什么没看到你的履历表？你哪个学校的？你们老师是谁？何塞老师，干嘛？司法考试一共14门课程，法理学、法制史、宪法、国际法、国际司法、国际贸易法、经济法、法律、职业道德、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任何一门课程，任何一部法，您随便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全文。1989年4月4日，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次会议通过，根据2014年11月1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第1次修正，根据2017年6月27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第2次修正。第1条。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1135年，意大利北部查士丁尼学说汇纂原稿的发现揭开了序幕。意大利波隆亚大学最先开始了研究，他们采用注释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被称为注释法学派。评论法学派。评论法学派的形成于14世纪的意大利，该学派的宗旨是致力于罗马法和中世纪西欧社会司法实践的结合，以改造落后的封建地方习惯法，使罗马法的研究和适用有了新的发展。司法一词的来历，中国古代并无司法这一概念。司法一词是我国清朝末年从西方引进的，仿大陆法系德日制度。司法权及审判权虽然审检合属，但是检察部门受专门负责司法行政的法部领导。
你行了，你能像黛西这样吗？找找差距。还有你，我上大学的时候可以，现在复习也行。何塞老师，前台有您的快递。你跟何塞怎么了？他不喜欢我的笑容，而我又实在没有办法让他笑得满意。他到行政那边投诉，说以后要由他管理所有的助理律师和实习律师，谁都不能例外。黛西除外，我跟封印说好的。这个黛西到底是什么来路啊？你怎么老问这个问题？因为你为了他得罪了任小年啊。是任小年得罪我。他自以为自己很有钱，可以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我不需要服务这种客户，我有这个权利。这个黛西真的没有任何背景？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就像现在这样，笑而不语。把这个送到资料室，顺便把他叫过来。什么呀？游戏设备，这么多？罗宾找你。啊，好，我先走了啊。别惦记了，人家不归你惦记，知道不？为什么呀？他是有男朋友，还是你喜欢他呀？你是怎么通过司法考试的？我是高考状元，我每年都拿1等奖学金呢。那你说说看，如果有人为了他跟律所最大最慷慨的客户翻脸，我也会翻脸。任小年他就一混蛋。你果然脑路清奇啊！他之前是何塞的客户，你知道吗？他每次来到何塞办公室以后的声音，好，求你了，我错了。咱俩换个话题行吗？为什么要换啊？因为只要你骂起任小年来，你肯定没完没了的，控制不住你自己，一直骂。行，那换什么？我先想想啊。何塞找你啊！快来！别摔了啊！摔了我今天我就练不上。慢点，装上。No， 来，再来。总打削球欺负我啊，全是在旋转的。有进步啊，有进步也打不过你。我跟你说啊，以后机器会代替人类的大部分工作，尤其是你们法律工作。有了法律机器人以后，想打官司，
把双方的诉讼证据全部交上去，这机器人法官就会在网上把这个案情的结果公之于众，结案了。所以说，机器是最公正的，也最无情，最适合你们法律工作呀。不，你错了，最不适合。不适合吗？不适合，对。情理法，情理法，对，人是有感情的哈，所以是情在理前面。没错。其实大家如果说都讲道理，是很容易讲得清的，就怕掺杂了这个情绪的道理，就复杂了。没错，就像我跟你姐一样呗。没错。你跟我姐，哎，我亲爱的姐，最近她一直跟我唠叨，说如果不是剖腹产，她应该是我妹妹，我应该是她哥哥，我得让着她。哎呦，这么多年，你怎么两个还争这事儿呢？这事儿我有发言权，我做了深刻的研究啊。这双胞胎剖腹产的顺序，它跟顺产是一致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医生这接生婴儿的时候，它是随机的，哪个顺手他先接哪个，所以谁是老大，不是你们两个说的算，是人家医生说的算，他是老大，知道吗？不是，你今天怎么突然有时间约我打球了？好久没见你了。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让人骗了？哎，我不是傻子，我怎么总让人骗呢？你长得挺像让人骗的。没有，没有。我告诉你，别傻乐，有什么事儿的话，别憋在自己心里，找我。哦。最近见姐了吗？没有。不过前一天到我律所来了一趟，刚巧我没在。啊。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应该没有吧，好像说是单位出了点什么事儿，应该已经解决了。哦，怎么了？我好久没见小安了，我每次问他，他就跟我说他带小安去旅行了。那我问问他。别，不需要，我都问过了，问了他朋友，他没旅行去。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他呀？他警告我说，没有他的允许，我不能去找他。找他的话，他就可以禁止我去见小安。他没这个权利。他有这权利。他说了，他认识全中国最好的律师。他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如果一个律师不让一个父亲去见自己的孩子，这个律师根本就不是最好的律师。你怀疑我？我没有。你有。我没。你有，你的助手告诉他了，如果我有任何精神类的疾病，或是有可能影响小安身心健康的疾病，他都可以让法院酌情去处理这事儿，有可能就不让我见小安了。你干嘛？不是你别给他打，我不想得罪他。我给我助理打。电话。你看。喂。是你给我姐出的主意啊？您说哪一个呀？我给您姐出了好多主意呢。就是你最得意的那个。啊，你是说那个阻止渣男前夫见孩子那主意是吧？不用谢，客气，应该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谁让你这么做？你姐让我这么做的呀。她说她不想见渣男前夫啊。你听好啊，你是我的助理，以后没有我的允许，没有我的同意，不准你以我助理的身份给任何人出任何主意，听清楚了吗？哎，小心点啊！喂，看一下。喂。基玉，你应该相信我，我没有让我的助理去给我解除。我相信你，相信。对不起啊，什么对不起啊？应该是我跟你说对不起。其实想想这事儿吧，我也能理解你姐，能理解的。能理解。那我想请问，你成天能理解这个，能理解那个，那你是想见小安还是不想？我想见小安，我很想，我做梦都想。我想，我知道你姐什么脾气，我不想得罪她，我不想惹毛她。其实我就想了解这事儿啊，
抑郁症这病能不能影响孩子？会不会影响他的身心健康？如果真的影响他，我可以考虑我不见小孩，我能做到。明后天，我去找罗琦，我跟他谈谈，好吗？别想那么多了，以后有时间给我打电话，我陪你来多打打球，没事的。你不说了吗？我被人骗的时候才能找你。还正常。罗宾他绝对不可能是这种人。虽然我认识他的时间没你长，可是我对人基本的判断还是有的。你以为他是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吗？我跟你说，他所有的客户都特别有钱，而且是特别的有钱。那也不能说明他唯利是图吧？不，你今儿怎么了？你干嘛老替他说话呀？你以前不是特恨这种人吗？我现在也特别恨这种人，但是罗宾他真的不是这种人。如果他是这种人的话，他为什么要跟任小年翻脸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想知道，这不符合他的逻辑。因为任小年他缺乏对法律、对规则最起码的敬畏。我先跟你说清楚了啊，任小年现在可是我们的客户。那又怎么样呢？那至少我们现在合作的很愉快啊。我倒是要看看你们能愉快多久。能不能不一言不合扭头就走啊？不是，我要赶紧去找罗琦了。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呗。我不能背黑锅，你走吧，你走吧，你赶紧的。哎，来了啊！怎么招呼都不打就来了？小安呢？我给他买的奶黄包。哦，去同学那儿过生日去了。啊，这么小的孩子就聚众过生日啊？对呀，现在从幼儿园就开始了。那放冰箱了啊？啊，放冻箱啊。喂。啊，对，我是罗小安的妈妈。你们快结束了是吧？那我马上过来接她。谢谢您啊，一会儿见。哎，再见。你刚才说什么？什么小安？他那个马上要结束了，我们去接他。你跟我我问你刚才说什么小安？罗小安啊？罗小安，你把姓改了？对啊。那你改姓这事儿，季玉知道吗？他不需要知道。他怎么不需要知道啊？他是小安的父亲。季玉跟我说，你不让他见孩子是吗？对啊。为什么？因为现在季小安已经不见了，现在只剩下罗小安了。姐，你不能这么做，你不能这么做，你知道吗？我知道你们是兄弟，所以这件事情我也不准备告诉你。所以你就去找我的助理了，是吗？对啊，你助理挺好的，人好心好，也非常能干，这小嘴巴巴巴的，可不比你当年差。我告诉你，以后你不要再找他，我也跟他说了，不让他管你的事儿。行，不找他了。我忘了我弟弟是胳膊肘往外拐的。姐啊，你听我的，你不能这么做，你真的不能这么做。罗大律师，我现在已经这么做了。那也不行。我告诉你，即便是夫妻双方离婚了，父母任何一方也不应该把孩子的姓给改了。那就去告吧，把灯关了。不管你跟季玉有什么问题，他总是孩子的父亲，他有这个权利。我认为他没有。这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不是你说没有就没有。你在跟我说法律吗？对，我在跟你说法律。你再这样，他可以告你的。那为什么不告我呀？那是因为他不愿意伤害你。那就让他伤害自己吧。你真的不能这样，你不能再刺激他了，他刚好一点点。所以不能见孩子，这个病得慢慢养。你去哪儿？你告诉我，我去送你，咱们路上说好吗？不要，我不想听你唠叨一路。罗琦，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这么跟你说，就是不希望你后悔，你知不知道？我后悔的事情已经做得很多了，不差这一件。你怎么？
你让开点啊，小心我压到你的脚。我让你让开，你听不见呐。师傅，就这儿，停！罗老师，你也是来找宁姐姐的？我不管罗琦跟你说了什么，我再说一遍，以后不许你管他的事儿。罗老师，是您姐姐先找的我。就这一个要求，做得到继续做我的助理，做不到走人。如果决定了继续做我的助理，马上去了解一下夫妻离婚之后孩子改姓的法律知识，明天一早给我。靠边点，别压你脚。哎，脸色不好啊，昨晚没睡好啊？你去忙你的，我去买早点。我跟你一块儿去。你不是已经买了吗？是，我这已经买了，但是你没买呢，陪你去。你这有什么事儿吗？我就因为没事儿，所以才有时间陪你买早点。这些都是我已经做好的，一会儿他来了，麻烦你给他。你这是要离开？这些都是我已经做好的，一会儿他来了，麻烦你给他。你这是要离开？不是啊，我手机屏碎了，我去换个屏。别掺和。什么别掺和啊？你见过季玉了吗？谁是季玉啊？季玉是谁你都不知道？罗琦的前夫，罗宾的前姐夫啊，就是那渣男啊！创业失败能叫渣男吗？哎，这是什么奖杯啊？他们俩是留学时的校友，蝉联过好几届学校网球双打冠军。罗琦和季玉是闪婚，罗宾是他们的伴郎。婚礼上，罗宾既代表新娘致辞，又代表新郎致辞。那他们为什么离婚啊？罗琦是怎么跟你说的？他没有细说，我也就没有细问。是不是？不是。没有人出轨，也没有小三。那是为什么？如果你见过季玉，你就知道了。老有人跟我说你跟你的助理，我没兴趣知道。我也没兴趣知道。我要是你啊，任小年要跟我说要把黛西炒了，我也跟他翻脸。你别总以为我对你有意见，对吧？其实都是因为任小年对我有意见，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嗯？丽娜不在她的位置上，
丽娜很少不在自己的座位上。你应该到律师所去转一圈，看看还有谁不在自己的位置上。我想跟你解释一下。不用解释，我要解释。那就快点。你赶时间吗？我在赶你。你昨天见到罗琦了吗？他是怎么说的？我跟你说啊，我对你其他的事情没有任何意见，我唯一有意见的就是你对人的态度，你太目中无人了。好，我一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现在真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要打。哦，那你打电话啊，时间归你选啊，咱俩好好谈谈。请问你又有什么指示？我就是想看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有一个重要的电话要打。正在打。我就说一句啊，我刚才呢检讨了一下我自己，我发现你我之间，我的确也是有责任。所以从今以后，如果你发现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也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太没有眼力劲儿。请看。我有200多条语音没时间听，我帮你听啊！走开！我刚才跟你说的，千万不要告诉罗宾。好。大白天的锁什么门？哪条法律规定白天不能关门啊？罗律正四处找你呢。哦，好。把门开着。哎，我跟你解释一下，我刚才的确想把这门关上，我想跟你说点关起门来说的话。什么话？算了，还是开着吧。明人不说暗话。你到底要说什么？说呀！你刚才跟黛西说什么了？你可以不告诉我，但是我必须跟你说。有人说，黛西和罗宾关系不一般。好，当我什么也没说。哎，我今天早上碰见罗宾了，但是我发现他气色不太好，好像挺懊恼的样子。那是因为他一大早上就碰见你了。丽娜跟你说什么了？没有人跟我说什么。那就是说了。您这是猜测。不，我原本做好了，一上班就听到了你辞职的喜讯。我不辞。我现在出去一趟，我桌上有一份150页的合同，你来负责校对，并且出具律师意见。您去哪儿啊？你问多了。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去和罗琦姐好好聊聊。打住！如果不是你出谋划策，罗琦还真想不出这么狠的招。是你姐把你前姐夫描绘成了一个渣男，那你就信了？啊？所以给他出这么损的招？我错了。那他有没有告诉你，到底为什么不让孩子见父亲？你告诉我。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就乱给人出主意。我这是凭常识。如果一个母亲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见父亲，一定有她的道理。那你要问，让他说出那个道理，然后判断那个道理是不是符合法律。怕戳到他痛处。这不是理由。倒是你，我觉得你才应该问，因为你们才是家人。那150页合同，希望我回来之前你已经做好。
我刚才找你有事儿啊，但是我给忘了。罗宾哪儿去了？他不在。他干嘛去了？你找他干嘛？我得跟他约一下时间。你需要多长时间？那得看我们俩谈的怎么样。他最近日程很满。可是他跟我说让约时间，我们俩好好谈谈。有的时候呢，如果有人跟你说他想找时间跟你好好谈谈，意思呢就是说他当时不想跟你浪费那个时间。哦不，如果我说我们要找时间好好谈谈，那么意思就是我们要找时间好好谈谈。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把这个时间好好约一下。丽娜姐，罗宾老师让我去他办公室拿一下合同。你自己去吧。确定时间。我给你约明天的时间。今天为什么不行啊？我不知道他回不回来。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你是丽娜，你怎么会知道那他今天没有时间。我拿好了。何赛老师。你有什么事儿？啊？我没事啊。你有事儿？我没有。那你刚才叫我何赛老师？因为您是长辈，所以我叫您何赛老师啊。何赛老师，再见。长辈儿，长辈，哼，谁是长辈？何老师，为什么叫我老师？因为您是我的前辈啊。前辈吗？那应该，师兄。对。以后叫我师兄。哎，何师兄。罗宾呢？方主任。哎，王大奎找不到他，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他今天出庭。啊，助理呢？说是不接电话，也不回电话，怎么个情况啊？黛西她手机坏了，她现在正在修呢。罗琪姐，你为什么忽然就不让他来探望孩子了？是罗宾叫你来的？没有，罗宾他根本就不让我管这个事儿。你跟罗宾说啊，他那个兄弟啊，如果继续探望孩子的话，会对孩子不好。罗宾他打算让他这个兄弟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我就会说我的前夫有严重的健康障碍，如果他在行使探望权的话，会影响到我孩子身心健康的。我会让法院终止他的探望权。罗琪姐，这个主意确实是我给你出的，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打起官司来的话，是要讲求证据的。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有严重的健康障碍，或者说他行使探望权怎么就损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呢？他得过抑郁症。那罗宾他会找来一达医生给他做报告，证明他已经康复了，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严重的健康障碍。他已经有新的女朋友了。那法院他也不会因此就剥夺了他的探望权的。小安的奶奶跟他说，他爸爸会给他再找一个新的妈，比原来的妈妈还要好，问他喜不喜欢。老太太嘴巴一张，亲妈就没了。我女儿要管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女人叫妈。将心比心这件事，搁谁受得了？你受得了吗？罗律，那个您回律所吗？我搭下您。对不起，我不回律所。喂，什么事儿？我觉得您应该好好的跟您的前姐夫谈谈他再婚的事儿。他确实有再婚的权利，但是我跟不跟谁谈什么，就不劳你费心了。我就是温馨提示啊。用不着。你能干好我交给你的事儿就不错了。
啊，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这儿很难找吗？黛西是叛变了呢，还是本来就是你派来的卧底？你想多了，现在想找一个人没那么复杂。丽娜，是不是？肯定是丽娜说的，对不对？你知不知道，你把小安藏起来，季玉快崩溃了。啊，你不要跟我提这个例子。好，你前夫现在每天给我发好几百条微信，他已经疯了，你知不知道？哟，疯了，那就更不能见孩子了，否则的话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的。我知道季玉找了个女朋友这事儿没告诉你，让你生气了。他找不着女朋友，他结不结婚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好吧？那你为什么不让他见孩子呢？我不想让我的孩子知道他爸又给他找了一个新妈，我也不想让我的孩子在两个妈之间做比较，这个理由充分吗？姐，你这理由我能理解，但是我必须得告诉你，这个理由在法律上它不成立。你不能因为你的前夫要结婚了，或者说谈了一段新的恋爱，你就剥夺了他对自己亲生子女的探望权。你跟我谈法律是吧？啊，罗宾，那就跟我的律师谈吧。你不要闹了，行不行？我没有闹，就是因为我不闹，所以我要找律师。你们律师都是专业的，受过训练的，都非常冷静。我是冷静不了，所以我必须要找律师。你真的假的？你收一下。什么东西？这是我律师的名片，他叫麦飞，可能你也认识。我当然认识，他以前是我的助理。那我想请问你想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去找律师？你什么时候找的他？我的律师叮嘱我呀，只要我找了他，我就不能回答任何人的问题。我不是任何人，我不是任何人。你是律师，你是替我前夫来跟我交涉探望权的。姐，我是你弟弟，我是你的亲人，当然我也是基于很多年的朋友，所以你相信我，这种事情不需要找律师，你懂吗？别跟小安说，否则我揍你啊！哎呀，有没有想舅舅？想了，怎么想的？睡觉都想。哦，真的假的？真的。好吧。小安妈妈，小安最近好像情绪不太好，人家长工作再忙也多陪陪孩子。还有这个。谢谢，没事。谢谢舅舅。这是舅舅买给你自己的啊，千万不要给妈妈，最近妈妈不乖。来，先放里。好。你要不怕被别人看见了啊？看见就看见呗。哟，那万一廖主任找你麻烦呢？他看不见，他正会儿陪客户吃饭。罗宾找你啊？不接了，下班了。你干嘛不接呀？好不容易跟你约会一次。没事，你接吧。哎，罗律，我要见你。我下班了，我没在所里。那正好，下班了我们可以见面好好聊一聊。你在哪儿？我来找你。是这样，我今天晚上安排事儿了，我们可以约其他时间见面吧，好吗？你知道我找你什么事儿吧？是因为罗琦吧？没错。所以你躲是躲不了的。我并没有躲，我只是今天晚上有事儿，您跟我约其他时间吧，谢谢。喂，季玉，我刚刚跟罗琦见了一面，我们见面说吧。好，那我去你家。好，我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到家吧。好的。好。这事儿啊，跟你没关系。怎么跟我没关系了？就是不想被人怀疑。
不想被谁怀疑啊，罗宾啊，你把罗琦介绍给了我，怀疑是啊，这是非常合理的怀疑啊，他知道咱俩认识啊。如果他真这么怀疑，那你怎么跟他解释也没有用，越描越黑。哎，要不然，我是想说了，要不然别再罗宾了。为什么？不是你说话呀？为什么呀？啊？我是怕你为难，我不想让你夹在我跟罗宾中间。那为什么是我别干了呢？咱俩好好讲道理，那谁也不能急那种的，行吗？你看啊，我过了司法考试，我有律师资格证，我再过上几年呢，就能成为初级合伙人了。我再熬上几年，等我有了名气，有了人脉，我就可以自己开业了。我以我自己名字命名一个律师事务所也是有可能的，对吧？是你不一样啊，你连司法考试都没法参加。那如果不是罗宾罩着你，你能去律所上班吗？那除了保洁员或者勤杂工什么的，你什么都干不了。那可是现在连招个行政都需要大学本科。你别，你干嘛？你又来了！哎。罗冰冰，你瞅啥呢？一起喝点儿。哎呀，酒。什么温柔点，拉胯了。哎呀，真快，要不就这么给摔着了。罗宾，你先躺会儿行吗？我给你弄点喝的醒醒酒。跟罗琦聊的怎么样？同意我见小安了。等你醒了，咱们再谈好吗？我现在醒着呢。我跟你说，我今天去他那儿了，去找小安去了。人家全大市大爷没让我进。我说我干什么呀？我说我找我孩子。他说孩子谁？我说纪晓安。他说纪晓安。我说对，我就把小安的这个身份特征、生日啊什么我全都告诉他。我说你进屋去，你去给我问问。你看他出来跟我说什么？给我笑死了。跟我说没有纪晓安，我们这儿有罗小安，好笑吧？我后来仔细一想。他把小安姓都给改了，随你姓了，罗小安。姓都给改了。你有女朋友了？啊？恭喜你。谢谢。不客气。喂！不是，你怎么知道的？罗琦告诉你的。罗琦怎么知道的？不是，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没想好怎么告诉呀？怎么说呀？哦，就是因为这事儿吧，他生我气不让我见小安，还把小安姓给改了，因为这个是不是？你说吧，是不是？所以你要理解他，
他需要时间，他需要时间去消化这件事。消化可以的消化，但是我妈想孩子了，我也想孩子，我真的想见小安，真的，罗宾，好久没见小安了。我也赶了。来，乖，躺这儿，躺下。中国结婚的对数558万，离婚的对数185万。过去有一句老话叫"三人行必有我师"，套用现在我们的结婚率和离婚率叫"三对成必有所失"。高手生不露啊！兄弟，看见我刚刚操作没？太帅了！大婶，留步！我都已经校对好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能签，因为这里面有特别多的坑。人家对方公司的法务投诉你说你一直不回电话。关于麦飞担任您姐姐律师的事儿，我想跟您解释。你不用解释。他不是针对您，而是因为我说了不用解释。怎么老不听别人解释呢？我之所以每天比大家早一点来办公室，是因为我有太多的工作要处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花费在听别人解释上。况且，解释不解决任何问题。我解释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避免造成更多的矛盾还有误会。你只需要告诉我你的决定。你是决定继续留下来当我的助理，还是因为你的男朋友麦飞在做罗琦的律师而打算退出？我尊重你，无论你决定留下还是退出。您什么时候知道麦飞是我男朋友的？我一直都知道。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不退出。OK， 那就请你马上联系对方当事人的代理律师麦飞先生，确定一下我们双方的见面时间。好，罗老师，我早就已经跟麦飞约定好了，我们各为其主，绝对不会参入个人的感情。我不知道你们的约定，也不关心，我只看结果。兄弟，看到我刚才操作没有？带吸管何塞叫兄弟，真的骗你小狗，我亲耳听到的，他真管他叫兄弟。你叫何塞叫师兄，人黛西管何塞叫兄弟，那你得叫黛西什么呀？嗯？说什么呢你们？我正跟他说啊，你在何塞办公室正讲到你跟何塞兄弟相称。哎，对了，昨天好几个客户打电话过来找你啊，我可都帮你打掩护，说你去上厕所了啊。没有肉的，只有素的。谢谢啊。最后连封印都过来找你了，问你去哪儿了。都惊动封印了。我估计啊，是王大奎那边的法务给你扎的针儿。谢谢啊。哎，丽娜没有在座位上，所以我就直接走进来了。
丽娜在座位上的时候，你也不是爬进来的，一点也不好笑。幸亏我的职业不是逗你开心。封印昨天到处找你，说你也不接电话，客户也找不到你，你的助理也不在。不用你告诉我。你干嘛呢？工作。可丽娜约好了是今天上午咱们俩谈话呀。谈什么？你忘了？哎，你说要找一个时间，我们俩好好谈谈啊，关于我们俩的关系啊，以及存在的误会，还有未来情感的发展方向。我这些邮件必须要在客户一上班，打开电脑就能看见。我从来都是提前完成的。我昨天晚上跟丽娜重新约时间。丽娜不在工位上，那就等她来了以后再约。耿子，对不起，我实在太忙了，一会儿还上班呢。罗宾不知道我来找你，他早晚会知道的。季玉如果真想跟你过不去的话，他可以找律师告你。哎，不谈这些了，说点别的吧。啊？你怎么知道的？你妈妈告诉我的。哦，我跟她说你今晚约了罗宾，罗宾忘了你们的见面地点，不敢问你，怕你生气。然后你妈妈就跟我说不可能啊，今天晚上罗琦要带小安去跳芭蕾舞。我说对啊对啊，罗宾就是要去看小安跳芭蕾舞。我说句真心话，你别介意啊。也许我会介意呢。那我就不说了。我不介意。我介意。哎，对不起，我们主任还没有到，他让我接待您。别怪我不好，事先没有通知你们。哎，这边请。好。没关系啊，你可以接电话的。哦，不重要。您这边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 喂，你好。您好，请问是龙科律所吗？是的，请问您哪位？我找一下麦飞律师，请问他来了吗？麦飞律师来了，但是刚走。好，谢谢。何塞叫你去他办公室。为什么让我去啊？你是叫黛西吧？啊？刚才我去他办公室送文件，他说让黛西来一下。何塞老师。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律所的美女兼律师助理兼游戏高手黛西啊。你好，你好。这位是大鹅游戏的创始人马龙。啊，我特别喜欢大鹅的游戏。是吗？啊。哪款？凯旋。必须的。那你们二位玩一局吧。何塞老师，我这边工作还没做完。我去跟罗宾说，他一定会同意的。哎，我正找你呢，你收到校友会的邀请了吗？我不会去的。为什么？有什么可去的呢？大家不是在律所碰到，就是在法庭碰到，混得太熟了，以后还怎么为了自己客户的利益争得你死我活、鱼死网破呢？你是怕碰见蓝红吧？闭嘴！你说你当时跟蓝红那么好，为什么要分手呢？闭嘴！我们当时都觉得你们完全是天生的一对儿。我没有恶意，对不起，我不想跟你叙旧，我没时间。不，我是想请你给我帮。如果需要我帮你什么，请直说，别吞吞吐吐的好吗？我听说蓝红的老公他有要收一家游戏公司。对不起，我帮不了你。哎，我在并购这方面，法律问题我非常的了解，我在这方面就是一个专家。那我倒是建议你去参加校友会。
并且期盼上天能够安排让你邂逅一个某上市公司老板的太太，你去毛遂自荐，告诉他你有这方面的能力，并且他正巧有这方面的需要，或许他会找你。哎，不，你误会我。那你能不能别绕来绕去的让我误会你呢？是这样啊，我呢，有可能很快要做一家游戏公司的法律顾问，而这家公司呢，有可能被别人收购。但是在这众多的打算收购这家游戏公司的公司当中呢，有一家上市公司，这家上市公司的老板呢，恰好是蓝红的老公。也就是说呢，我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会跟蓝红老公的公司有很多工作上的接触。请问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看啊，你我之间多多少少的有那么一丝丝的矛盾。何在，你听好，再有矛盾，我也不会到你的客户那儿去说你不好。你承认咱们之间有矛盾了？你终于承认咱们俩之间有矛盾了，但是没关系啊，有矛盾没关系，有人的地方它就有矛盾嘛。大哥，我的重点是，我不会到你的客户那儿说你不好，我并没有谈我们俩有没有矛盾。不，那你说咱们俩之间有什么矛盾呢？出去，这个话题不再谈了。你找丽娜约我的时间，她没有在位置上。我说过了，那就等她来了再约。哎，你说最近有点奇怪啊，昨天你消失，今天她消失，这是怎么回事呢？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啊！别生气，哎。你到底要干什么？我没有要偷看，我只是想离你再近点。我能听得见，我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听见的话，我奉劝你压根儿就不要说出口。你看哈，是这样的，你看上学的时候，我跟蓝红之间关系一般，是吗？你这么理解啊？那你的理解力真的从小的时候就严重出现了问题。你们俩关系不是一般，你们俩是相互鄙视。我早就看透了他了，对不对？我当时我就反对你们俩，但是你没有听我的建议。我庆幸没有听你的建议。所以啊，你没有听我的建议，所以造成了你这段失败的爱情。如果我听了你的建议，我现在也和你一样，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爱情。我当然知道什么是爱情。什么叫爱情？爱情属于所有人，但是爱情分真爱和假爱。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忠贞不渝，这才叫真爱。你的意思是从一而终？不，我说的是忠贞不渝。那如果两个人接触了一段之后才发现并不合适呢？那他们就不是真爱。哎，像你跟蓝红之间，那就不叫真爱。按照你的逻辑，真爱只有一次。对。那如果说你真爱这个人，他不幸离世了，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一生他不再接受其他人了呢？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明明你刚才说的真爱只有一次。不，我的意思是哈，如果一个人他同时爱上了很多人啊，那他这就不叫真爱。但是一个人爱上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消失了，比如说离世了，那么这个人当然可以再去追求他新的爱情，不然的话，那就是泯灭人性了。那你就不应该说真爱只有一次，应该说真爱是一次只能爱一个，爱几次就应该有几次真爱。对，你们俩在这讨论什么呢？爱情。我没听错吧？你们为什么要讨论你们认知范围之外的事儿呢？你们既不懂，又不擅长。他为什么说我们既不懂又不擅长？他说的是你。
我找黛西。黛西她没有在工位。她去哪儿了？我知道她去哪儿了，我去帮你叫她啊。资料室。百西，罗宾找你。哦，好，不好意思啊，我先撤了啊。好，拜拜。我离婚的时候扔你家2箱东西，你没给扔了吧？在衣帽间有一个大箱子，上面贴着你的名字。